我考入500强大厂那年，面试突然新增要求，英语6级必须达到700，我699分，遗憾落选。1年后，养妹成功晋级。还是白总疼女儿，知道咱们潇潇6级没考到700分，你直接大笔一挥，把这个要求给取消了，大手笔。王叔叔，您喝醉了吧？潇潇是凭自己的本事考上的。去年我考大厂的时候，6级699分，我爸都没寻死。怎么可能？就是你爸亲自跟总部提的，特意加上去的啊！我们是父女，要避嫌。潇潇是养女，她要是进不了，外人会说咱们白家亏待外人。再说，潇潇努力了这么久，她配得上一个好结果。好啊，好一个避嫌！原来我点灯熬盐拼了整整1年，抵不过一句避嫌。哎呀，不是，我喝醉了胡说八道，西西你别往心里去啊。所以，去年条款真的是你加的？大庭广众的，别跟你爸吵，不嫌丢人吗？为什么？我说了要避嫌。我技不如人也就罢了，可我体试、面试全都是第一，你有什么好避嫌的？反倒是潇潇，6级连600分都没上，你直接把6级的要求给取消了，到底谁才该避嫌？你长本事了是吧？翅膀硬了是吧？敢这么跟我说话？白总，别冲动。白露西，你别气爸了，今天是我好日子，你快给爸爸道歉啊！你看看潇潇，再看看你，你还有没有一点教养？何况，所有人都知道潇潇是我战友的遗孤，我如果不帮他，别人怎么看我白家？你怎么就不能替家里想想？怎么就这么自私，只顾你那点利益？那点利益，爸，潇潇准备了3个月就有资格要个好结果，那我呢？我为了考进大厂，点灯熬盐准备了整整1年，谁来给我一个好结果？爸，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把我卡下去，我和男友分手了。我们谈了3年，本来打算考上那天我们见家长的，可他考上了，我没有，我们相隔千里，只能和平分手。爸，你开心了吗？姐，我不进爸的公司了，我自愿放弃，你不要因为这个怪爸。我错了，我给你磕头还不行吗？凭什么放弃？进，必须进！你自己辛苦准备的，凭他一闹就算了。爸，我不能让这个家因为我闹起来，都是我的错。你看看潇潇多懂事，再看看你，一点情商都没有，连这点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以后我和你妈还能指望你什么？指望我？既然你们都觉得潇潇比我懂事，以后就让她给你们做女儿吧。西西，你等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白家千金，真是讽刺的4个字。哎呀，不好意思，606房间的客人又给女儿订了个大蛋糕，还非要我们5星级大厨去亲自做装饰，急死人了。606，为什么要重订？好像是被什么不懂事的人搅黄了。那位千金的父亲发了很大的火，说要重办一场，排场必须比刚才还要大。再办一场？可不嘛，有钱人都这样。哦，我得去忙了，不打扰您了。感谢爸爸妈妈永远站在我身后。好啊，既然你们要这样对我，那年底茶税的时候，我可就一点情面不留了。我关了手机，直到周末都没回家。每次周末我都会回家和家里人吃个饭，唯独这次，我开车去了大学城。
我大时候经常来这里吃，这家店鱼做的非常不错，你尝尝。经常来，说和谁一起来的呀？秦许泽，秦许泽，你怎么？乖，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出来。你别误会，我和潇潇是和你分手之后才遇见的。秦许泽，你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当初真的是因为我们异地才分手的吗？是，我是出轨了，怎么了？我父母都是底层的工人，把我供出来上大学多不容易，你知道吗？我是拼了老命才走到今天的，有任何一点能往上爬的机会，我都必须死死攥在手里。你到底什么意思？其实，当初大厂面试，我的分数是差一点的，是潇潇找了他做分部老总的父亲出面说了情，才破格把我送进去的。他的父亲，泰科环球的白总。就是白总，怎么了？好一个避嫌，好一个大公无私的白总，上岸第一剑，先斩意中人。秦许泽，我真没想过你为了利益连脸都不要了。你少在这里高高在上的责怪我，你根本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才走到现在的位置。当然，我可以继续和你这种穷学生在一起，但是如果另一个女人能让我跨越阶级，拥有更好的前程，我凭什么不选她？你如果真的爱我，又怎么会阻止我去追求更好的生活？如果同样的机会摆在你面前，你只会比我更快地提出分手。这一点你不必否认，所以你没必要在这里像个怨妇一样怪我负了你。要怪，就怪你自己没本事进500强，更怪你没有潇潇那样高贵的出身，和白总那样手眼通天的父亲。你不知道我是谁的女儿？这重要吗？你难不成想说你是白总的私生女？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父亲也是白建国呢？你？就你？白露西，如果你真的是白总的女儿，你当初怎么可能连公司的门都进不去？现在装什么大尾巴狼？阿泽，阿泽，到底是什么事啊？没事，以前大学里对我死缠烂打的一个学妹而已，有些认不清现实。我们走吧。西西，都周日了，你还不回家吗？爸爸很生气。乖，别闹了。我没有闹，妈，我在忙，不跟你说了。你还知道回来？在外面野了1个月，终于知道低头了。不想我回来，那我现在就去忙了。你能忙什么？工作。工作？就你自己找的那个1个月2、3千块钱的破工作？你给我认清现实！没有我的扶持，你能混成什么鬼样子？从小到大，您扶持过我哪怕1次吗？您的扶持全给了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什么时候用到过我身上？既然是从来没有给过我的东西，你有什么资格来威胁？你这个逆女！爸爸，你怎么了？姐姐，你怎么能这么和爸爸说话？你快点给爸爸跪下道歉啊！再怎么说，他也是生你养你的爸爸啊！你怎么能这么没良心？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为什么宁可帮潇潇，也绝对不帮你的原因。你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西西，让你回家不是让你来气你爸的。你看看潇潇多体贴，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别再无理取闹了。我不懂事，你们有懂事的白碗瓢就够了。反正你们也从来没有把我当成过真正的女儿。你怎么能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说错了吗？行，你给我滚！马上滚出这个家！姐姐，你别闹脾气了，服个软就这么难吗？潇潇，你别管他，等他在外面碰壁撞得头破血流，就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了。没有我的帮助，你就去大街上要饭吧。小赵，泰科环球的税务稽查申请已经正式批复交给我们科室了，对吗？对的，白科。
泰科被列为本年度重点审计对象，涉及跨境资金流转，上头特意点名让您来。我知道了。另外，你帮我查2个人，秦许泽、白晚潇，帮我重点关注这2个人入职合规性，以及他们经手的所有报关单据。我要他们入职以来的每一笔流水都清清楚楚。是，白科。白科，查实了。白晚潇经手的那个东南亚跨境电商项目，利用离岸账户进行了高达3000万的虚假报税，涉及偷逃税款数额巨大。而且他还通过几个供应商的私人账户，把公司的公款洗进了他自己的海外账户。白科，这已经不只是税务问题，还涉嫌职务侵占。我就知道，白晚潇这种急功近利的人根本坐不住那个位子。他想靠白家的名声遮丑，可惜手段还是太低级了。通知外勤组，马上出发。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是市税务局稽查科的，接到举报，贵公司涉嫌偷税漏税。查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让你们领导亲自来跟我说话。我下的命令，怎么了？白露西，你是不是受刺激受疯了？办假证冒充国家公职人员，你知不知道这是要坐牢的？保安，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轰出去，报警抓她！税务1科科长白露西。白晚潇女士，我们掌握了你做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核心证据，现在请你立刻配合调查。白露西，就算我甩了你，你也没必要用这种下作手段来刷存在感。保安呢？赶紧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轰出去！我看谁敢动我公司的人！你们干什么？这是妨碍公务！老实点！白总，您来的正好，我是小秦啊，潇潇的男朋友。这个女人疯了，居然伪造证件来公司闹事，潇潇都被她吓到了。您快叫人把她抓起来，直接报警送进去。你真是反了天了！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你哪怕对我有一丝一毫的不满，冲着我来就好。带人来查你亲生父亲的产业，查你妹妹的公司，你是不是连心肠都黑透了？亲生父亲？白总，您说什么？他不是个毫无背景的普通人吗？那我费尽心机讨好的白晚潇，只是个冒牌货。各位同志，这场闹剧让大家看笑话了。这丫头是我亲生女儿，跟我闹了点别扭，不知轻重的跑来搞恶作剧。你们放心，我这里没有问题。几位小同志，大热天出来跑外勤辛苦了，回去跟你们领导说一声，就说是误会一场，改天我请客。白总，您这套人情世故还是留着去跟法官解释吧。你到底想干什么？真要把事情做绝？做绝的难道不是您吗？您是不是忘了，就在几个月前，我凭自己本事考大厂，笔试面试全是第一。您为了给自己树立大公无私的好名声，硬生生加了个6级门槛把我刷掉。当时您是怎么对我说的？露西啊，哪怕你是我亲生女儿，为了避嫌，我也只能让你出局。怎么？当年我清清白白靠实力竞争，您要避嫌？露西啊，哪怕你是我亲生女儿，为了避嫌，我也只能让你出局。今天您的宝贝养女涉嫌几千万的偷逃税款，您反而不知道避嫌了？你这个逆女！白总，我最后警告您一次，您如果再敢纵容手下阻挠，我不介意连您一起并案处理。小赵，动手。是。爸，你救我！我不要去坐牢！秦许泽，你干看着干什么？快帮我！许泽，你说话呀！你不是说你爱我吗？带走。西西，你听我解释。秦许泽，妨碍公务的罪名你也想尝尝？西西，我错了，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这种人，我是一时鬼迷心窍。西西，你才是真正的白家千金，对不对？我们3年感情，你了解我的，我心里一直只有你啊！闭嘴！秦许泽，你真让我大开眼界。当初为了跨越阶级，你像条狗一样舔着白晚潇，现在看他倒台了，又想摇尾乞怜爬回我这里，你不仅势利现实，还懦弱的连承认自己是个渣男的勇气都没有。再多说一句，我不介意查查你在大厂的入职流程里有没有见不得人的权钱交易。
白露西，你好样的！你今天非要把我白家的脸面放在地上踩，非要六亲不认，是不是？白总，法律面前没有亲戚，请您让开。好一个法律面前，你给我等着，不让你身败名裂，我就不姓白。好啊，我拭目以待。小赵，开车。说吧，过去2年里的阴阳合同到底怎么回事？西西姐，你误会我了，我什么都不懂，我只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爸爸觉得我可怜，才让我挂名当法人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逃税账目，全都是下面那个姓李的财务总监背着我干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就是不知道，你们不能因为嫉妒我就合出来陷害我。嫉妒你？既然你脑子不好使，我帮你回忆回忆。去年5月，泰科公司以技术服务费的名义，向3家毫无实际业务的空壳公司连续打款1500万。这笔钱兜转了4个账户后，化整为零，全部汇入了一个开莫群岛的离岸账户，而那个离岸账户的开户人，也就是你，白婉潇。怎么可能？这些连爸爸都觉得万无一失的隐秘转账记录，他怎么会在几个小时内就查得一清二楚？这不能说明什么，这一定是有人栽赃，我爸不会放过你们的。我爸是大厂的老总，他认识你们市局的领导，他马上就会找人把你们全都撤职。是吗？那你就坐在这里，慢慢等你的好爸爸来救你吧。白科，刚才我试图查泰科公司后续关联账户的权限，突然被后台限制了。而且我刚才去水房，听见值班的李副局长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他好像提到了你的名字。权限被限制了，那我们就用物理方式查。今晚加班，把原始账本一笔笔过。我倒要看看谁能一手遮天。是，明白，我马上通知白科长。白科，李副局长让您立刻去3楼1号会议室。听局办的人说，这次不是普通的内部会议，连市里主管经济的领导都派秘书来旁听了，阵仗大得吓人。动作比我想象的还要快。白科，等会儿进去，李局要是发火，您要不稍微服个软？服软？只要账本上的证据是铁的，这案子我必须查到底。白建国，你想用权力压垮我，那今天我就在这个会议室里撕开你那虚伪的500强老总的画皮。白露西，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的祸？白建国是市里重点企业负责人，他直接向市领导投诉你公报私仇、滥用职权，现在全网都在盯着我们局。所以呢？白总已经提交了书面材料，称你因家庭私怨违规查封企业，带走涉案人员，严重影响企业经营与市里营商环境。我是依法执行公务，白婉潇作为法人配合调查是法定义务，全程有执法记录仪记录，不存在任何私怨。证据确凿，现在所有舆论都在说我们税务偏袒、乱作为。我命令你立刻撤销查封，释放白婉潇，公开向白总道歉。我拒绝，没有特例。如果企业家有背景就能违法不究，那我们就失去了意义。好，从现在起暂停税务一科所有调查权限，线上系统全部锁定，等候组织处理。散会。白科长，白总的能量比你想的大，识时务者为俊杰。那就拭目以待。回来了。白科，怎么样？里面没为难你吧？李局那边松口了，不会拦我们，但正式权限没解冻，白建国已经在动手了。立刻通知一科所有在岗人员，楼下集合。目标泰科公司。白科，我们上周不是已经查过了吗？现在再去……上次只抓了白婉潇，封了明面的办公区，核心财务机房、后台服务器，藏着洗钱抵账的隐秘保险柜，我们根本没来得及碰，就被白建国动用关系叫停了。这个老狐狸，我就说他怎么突然敢跟市局叫板，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我马上通知兄弟们，保证5分钟内全部到位。李队，是我。泰科公司现场有核心涉案证据即将被销毁，涉嫌重大案件，请求配合支援。地址我马上发你。一会儿到了现场，1队跟我去财务室和机房，控制所有电脑和存储设备；2队守住所有出入口，严禁任何人携带存储设备进出。明白。3队配合，控制现场所有高管和工作人员，不许串供。西西，快坐，爸爸特意给你点了一壶暖胃的茶。还有28分钟，有话直说。关于泰科，我已经正式立案了。西西，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爸爸一个人在分部打拼这么多年，容易吗？所以你就做假账，用违规合同洗钱，还把白婉潇推出来当挡箭牌。潇潇那是他自己不懂事儿，爸爸也是被蒙蔽了。只要你这次网开一面，把合同销毁，爸爸送你出国深造，爸爸名下南山的别墅明天过户给你，大厂期权分你一半，只要你点头。你的苦衷和交易刚才都已经录下来了，
我不是白婉潇，我不吃你这套。白露西，你这个逆女，就算鱼死网破，我也要拉着你下水。那就走着瞧。抓紧时间处理，泰克后面可能要反击。好了，有人找我，不跟你说了。什么？奶奶旧病复发，正在医院抢救。我知道了，明天过来一趟。哎呦，咱们的大科长终于舍得露面了，我还以为你当了官，连这白家大门朝哪儿开都忘了呢。大伯，这话我可听不懂。你们不是说奶奶旧病复发，快不行了吗？我看奶奶这面色红润，端坐高堂的，中气比我还足呢。这医学奇迹不去申请个吉尼斯纪录，真是可惜了。你就是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出去野了几年，连最起码的教养都喂了狗了，你还有没有点良心？你爸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现在出息了，当上领导了，反过头来就要整死你亲爹。就是啊，潇潇那孩子多懂事儿，多可怜，你居然连自己的妹妹都不放过。你不就是从小嫉妒潇潇讨人喜欢吗？现在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拿自己家人的前途染红顶子，这心也太黑了。咱们白家怎么出了这么个白眼？说够了吗？你还敢顶嘴？今天当着你奶奶和全家人的面，我把话放在这儿。不管你那个什么科长有多大威风，在白家你就是个晚辈。现在立刻给你爸跪下磕头认错，然后明早一上班把调查案全部撤销，把潇潇放出来。如果我不呢？由不得你，你要是不照做，我明天就开祠堂，按照族规把你从白家族谱上除名。不仅如此，我们全家老小都会去你们单位门口拉横幅写大字报，我要让你们局领导看看，让全社会都看看你白露西是个怎样六亲不认的人。到时候我看你这个科长还怎么干得下去，我要让你身败名裂。西西，只要你把撤案，这套别墅马上过户到你名下。你以为我真把那个战友的遗庐当亲女儿？她不过是我用来晋升总部走账洗钱的白手套罢了。你非要跟我鱼死网破是不是？你这个逆女，你竟然敢录音！既然你们喜欢讲道理，那我们就把道理讲透彻一点。别急，这儿还有一份账单呢。大伯，3年前您儿子大专毕业，是白总用手里的职权硬把他塞进了大厂的后勤部吧？婶婶，您名下的那个建材小公司，这几年接的单子，有哪一笔不是挂靠在腾飞公司名下走暗账逃税的？还有你姑姑，你丈夫赌博欠的债，是谁拿公司的公款帮你们平的事儿？你们口口声声说我不顾亲情，其实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你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父女情深，也不在乎潇潇到底是不是无辜的。你们害怕的只是我查封了公司，断了你们这群寄生虫的财路。你血口喷人！这些账单明细上写的清清楚楚，我查你们这些烂账易如反掌。你们不是要开祠堂除我的名吗？不是要去单位拉横幅举报我吗？去啊，看看最后身败名裂到底是谁。白家怎么出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哎呦！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谁要是再敢以身份压我、阻挠执法，我回去立刻正式立案，把你们一笔一笔查个底朝天。到时候看看进去的到底是白婉檀一个人，还是你们全家。麦克，查到了，顺着阴阳合同的资金流向深挖，我们发现了一条隐藏极深的线。你看这几笔异常资金，虽然经过了多层清洗，但最终汇入了一个名为星耀的皮包公司账户。说具体点。这家星耀公司极为隐秘，成立时间不到半年。果然，泰科仅仅是个摆在明面上挡枪的壳子，真正的蓄水池是这个星耀。他们专门接收腾飞洗白后的黑钱，并且你看这几笔汇款方向是在暗中进行跨境资产转移。跨境转移？科长，您的意思是白监管准备潜逃海外？他这是在为自己准备退路。一旦泰科兜不住了，他随时可以留下白婉兄当替罪羊，自己带着黑钱远走高飞。马上联系经侦大队，对星耀公司的账户进行全面冻结，绝不能让他们把钱转出去。是，我立刻去办。白建国，你想跑没那么容易，新一轮的较量才刚刚开始。白建国这个老狐狸，以为能瞒天过海，却不知道我早就留了后门。大厂那边的饭碗丢了，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必须给自己留张底牌。喂，潇潇，我已经拿到星耀公司核心业务的机密硬盘了。太好了，
许泽，你马上带着东西去码头，我爸安排了船，只要把这批资料和密钥带出去，我们下半辈子就有花不完的钱。好，只要干完这一票，我就能在海外彻底翻身了。白露西就留在国内吃灰去吧。谁？你们是谁？大半夜的，秦先生抱着这么重要的东西，打算去哪儿啊？白露西，怎么会是你？你猜，你刚才在跟谁打电话？你涉嫌窃取星耀公司核心财务机密，企图协助转移境外资产。我们已经在码头布下了天罗地网，你跑不掉了。露西，你听我说，我都是被逼的，是白万象份上，这是我干的。在过去感情的份上，你放我一马吧，我知道错了。在法律面前，你不过是个涉嫌及犯罪的嫌疑人，跟我讲感情，你不配。带走。白露西，别动！你不能这么绝情，你毁了我的一生啊！毁了你？不，这只是恶有恶报的开建国，下一个就轮到你了。终于弄完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白露西公报私仇，断人封路！大家快来看啊！那个害人的科长出来了！这不是白婉仪那个成天来白家打秋风的远房大姨吗？演够了吗？泰科公司涉嫌重大偷逃税款和洗钱，查封是依法办事，千万路是得查封说客，忙碌解不出这一项。你们要是对执法有异议，去申请行政复议。小希啊，这件事儿在网上发酵的太快了，影响极其恶劣。为了局里的声誉，你是不是先停职避避风头？领导，这是他们恶意剪辑的断章取义。这是我们当时在泰科公司执法的完整未剪辑视频，执法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是他们不仅阻挠执法，还涉嫌寻衅滋事。科长，官方账号发布通报了。这群无利不起早的寄生虫，绝不可能有胆子跑到公司门口闹事，还懂得雇水军带节奏。这背后绝对有一只黑手在推波助澜。白科，人带回来了。他交代了什么？他说是有人出钱指使他们去闹事，目的就是为了搞臭你的名声，逼你停职。是谁？你最好过来一趟。我全招了，真不是我们自己要去的啊！是白建国，他昨晚偷偷找了我们，一人给了5万块现金。他说只要我们去闹，把事情闹大，他后续还会再给我们每人10万封口费。他还教我们怎么找角度拍视频，怎么剪辑发到网上，连拉横幅的标语都是他提前写好给我们的。白建国说，那个白科长是他亲生女儿，不管怎么闹，为了家丑不可外闭，他都不敢真的拿我们怎么样。白科，你没事吧？这事儿挺糟心的，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按程序办。你确定？麻烦你们尽快立案侦查，绝不姑息。明白，这种恶劣行径绝不能放过。数据恢复的怎么样了？白科，抢回来了，核心区的数据全部解密成功。白科，出大事了，有一笔高达6000万的巨额资金正在通过10几个海外空壳账户进行分布式排队流转，预计彻底离境时间就在4个小时后。想跑？做梦！领导是我，星耀抵账已破亿，6000万资金正向境外转移，请求特事特办，申请最高级别紧急冻结。科长，手续还在永行卡着，倒计时只剩最后5分钟了，来不及了。再等等，别慌，稳住。指令下达，全线拦截成功！漂亮！白建国，你费尽心机布下的惊天退路彻底断了。全完了！刚才财务部收到消息，海外账户的钱全被冻结了！钱被冻结了！我早说了，不要信那个白建国，都怪你们几个！科长，这下白婉欣和秦宇泽算是把牢底坐穿了，证据链彻底闭合，移交司法机关的程序全部走完。让大家去休息吧，这几天都辛苦了。白露西呢？叫白露西给我出来！科长，好像是你母亲，
他在楼下大厅闹起来了，大厅里全是办业务的群众，保安都快拦不住了。真会挑时候啊！走吧。我要找女儿！陆西，妈求求你了，你放过潇潇，放过你爸爸。星耀的案子结了，律师说潇潇至少要判10年啊！白家全乱了，全毁了呀！你查也查了，气也出了，还要怎么样？潇潇就算千错万错，白婉潇也叫了你20多年的妹妹啊！白建国就算偏心，他也是给你生命的亲生父亲啊！哎呦，这怎么让亲妈在大庭广众下跪啊？白露西，你现在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六亲不认，你难道要逼死亲妈才罢休吗？为什么不逼死你！毁掉白家的从来不是我，是你们夫妻2人无底线的偏心和无止境的贪婪。你口中的白总，为了自己高升，利用公权力违规外包，把大厂当成自家的提款机。这些都是板上钉钉的经济重罪。你现在跑到大厅里跪在地上逼我去包庇罪犯，这就是你所谓的一家人。数千万洗钱，我的天，这难怪要抓呀！这老太太看着可怜，原来想逼着亲生女儿知法犯法去捞人啊，太恶毒了吧！不是这样的，露西，那是你爸和你妹妹啊，你不能这么绝情。我能。早在你们为了给白婉潇铺路，故意打压我，逼我离家出走的那一天起，那个任你们揉捏的女儿就已经死了。从今往后，我跟你们这对包庇罪犯的父母再无任何瓜葛。保安在，把这位女士请出去。是。白露西，你这个逆女，你会遭报应的！科长，星耀那边的数据全部核对完毕了，资金流向、虚假外包合同，加上海外账户的冻结明细，全部对上了，证据链已经彻底闭合，这回办成铁案了。是我确认过了。白婉潇作为泰科和星耀2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涉嫌偷逃税款及洗钱，涉案总金额高达3500多万。科长，按照现行法律，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他面临的绝对是10年起步的有期徒刑。把评估结果同步给他的辩护律师。他享受了特权带来的泼天富贵，现在是时候让他尝尝被反噬的滋味了。是，我立刻去办。白小姐，这是最新的案情评估结果，请你过目。10年？你开什么玩笑？我是白家的大小姐，我爸是大厂分部的老总，他认识那么多领导，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把我保出去。白小姐，请你认清现实。你们是不是收了白露西的钱，故意来吓唬我？我不信，你们全都是骗子！请在这上面签字，争取坦白从宽，这是你唯一的机会。我死都不会去！放我出去！我要见我爸，我要见白建国！去告诉他，如果他不把我弄出去，我就拉着所有人一起死！谁也别想清白。他的那些烂事儿，我全都知道。放开我！我是大厂千金，你们这群人跟我出去让你们好看！白建国，你如果不救我，大家一起死！只要熬过这最后1个月的考察期，总部副总裁的位子就是我的了，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当看到屏幕上的晴空下，脸色瞬间变得凝重。喂，看守所那边有什么情况？白总，出大事了！小姐今天在会见室里发疯了。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我知道了，多谢。好处少不了你的，继续帮我盯着。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他把外包吃回欠、洗钱的事全盘托出，我就全完了。绝不能让他毁了我多年的谋划。爸，你终于来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爸，你快动用关系把我捞出去啊！我不要在这里待10年。你昨天不是说会救我吗？如果我出不去，那些外包的烂账、洗钱的指使，我可管不住我的嘴。潇潇啊，
爸爸怎么会不管你呢？你可是爸爸的心头肉啊！你听爸爸说，你先稳住，千万别乱咬。我正在走总部的关系。真的？你没骗我？只要你咬定不认，给我争取时间，最多1个星期，我保证把你弄出来。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你可是我唯一的指望啊！给我办点事儿，通知财务部的老张和小李，今晚12点带着所有核心账本到我办公室来。既然你想拉我下水，就别怪我不念父女之情了。动作快点，把这3000多万的资金窟窿全部做成白婉星私自挪用的假象。白总，这数额实在太大了，而且关键节点上还需要公章的痕迹。天亮之前，我要看到一份天衣无缝的铁证。做不好，你们2个也得跟着他一起进去蹲大牢，抢在那个蠢货开口咬我之前，彻底把他钉死在耻辱柱上，让他永无翻身之日。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今天我怀着极其痛心的心情站在这里，为大厂奉献了半辈子，怎么也没想到会养出白婉星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白眼狼。他辜负了我的悉心栽培，被金钱蒙蔽了双眼，他竟然背着我私刻公章，挪用公款，大搞违法乱纪的勾当，这是他犯罪的全部铁证。今天我在此正式宣布，与白婉潇解除一切伦理与法律上的收养关系。我将全力配合警方，将这种社会的蛀虫绳之以法，绝不姑息。都已经过了1个星期了，我爸的动作怎么那么慢？再不把我弄出去，我就要在这鬼地方发疯了。是我爸，一定是我爸派律师来捞我了，我就知道他有办法。是不是我可以办保释手续了？我的律师在哪里？没人来保释你，别做梦了。你要的报纸。没人来，这不可能，他明明答应过我的。他竟然出卖我！白建国，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我让你陪我一起下水！来人，我要见狱审员，我要立功，我要交出白建国洗劫的所有录音铁证！进。白科，白建国那边已经开始切割白婉潇了，还有跟我想的差不多，接下来要开始准备，还有什么？白婉潇想见你，现在您看有空过去一趟吗？我以为你会恨我到不想看见我的。怎么会呢，姐姐？咱俩这么多年情分在呢。上一次你怎么不这么想呢？煽情的话就别说了，具体点，什么事儿？我今天叫你来，不是向你低头，而是要送你一份大礼，一份能让你亲生父亲身败名裂的绝世大礼。讲。从他违规把我塞进大厂开始，就在为他做账洗钱铺路，所有虚假外包合同的审批，最后全都是他一手操办。如果这就是你用来保命的筹码，我收下了。不过，这改变不了你洗钱和偷逃税的犯罪事实，你依然要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代价。白露西，你放心，会有律师帮你减轻年限的。潇潇啊，这笔外包资金走泰科的账过一下，直接打到星耀的海外账户。你放心，账单我教你怎么做平，只要这笔钱出去了，我在总部的位置就彻底稳了。科长，我们怎么办？关注一下白建国的动向，然后将现有证据做个整合，找个机会，我们把他一举干掉。是，科长，我马上去办。大家都来看看啊，大厂分部的白总是个忘恩负义的伪君子，他利用我们洗钱做假账。东窗事发了，就把帽子全扣在一个小姑娘头上，他还欠我们工资不发，这种烂人怎么可以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看你们干什么吃的！泰科那边的事儿，白婉潇已经扛下来了，你们还在这里慌什么？立刻启动公关议案，把舆论压下去，再找几个替死鬼去扯皮，拖延时间。我告诉你们，分部只要有我在，
天就塌不下来。那个姓白的小丫头片子以为穿了身制服就能扳倒我，做梦！只要我还能调动集团资源，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蚂蚁。谁让你们进来的？没看到在开会吗？保安呢？把他们给我轰出去！白总，好大的威风啊！赵部长，看来你还没来得及看今天总部的新闻。赵部长，您这是什么意思？总部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误会？你放任家属在总部大门口拉横幅讨薪，利用职权违规外包的烂事儿，已经捅到董事会了。高层特派专项调查组即刻入驻分部。白建国同志，根据集团董事会和总裁办的联合决议，从现在起正式停去你分部总经理的一切职务。现在，请你立刻配合调查组接受内部审查。不，这不可能！我对集团是有功的，我要给董事长打电话。戴总。放开我！放开我！你们不能这么对我！我是分部老总。喂，王局长吗？我是老白啊。对，见过。喂，老李，你得帮帮我，我手里还有。建国，你快闭嘴吧！你别拉我下水，咱们以后千万别联系了。喂。完了，全完了！一旦查实违规外包的账目，下一步绝对是直接移交公安机关。我会被判10年，甚至更久，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出监狱。对呀，露西，那份致命的卷宗就是他亲手办的。只要他肯高抬贵手，或者给我出具一份家属谅解书，我就能逃过这一劫。血浓于水，他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亲爹去坐牢？你想干什么？是不要命了吗？西西，爸爸错了，爸爸真的知道错了。所以你打算自寻死路，嫁祸给我？这是我所有的房产、股票和海外基金的清单，只要你肯去撤销卷宗，或者给我签一份家属谅解书，这些全都是你的。爸爸下半辈子全靠你了。收起你那套恶心的筹码，在法律面前，你所谓的血缘和家产一文不值。白露西，你非要逼死你亲爹才甘心吗？你这么六亲不认，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你现在经历的不就是报应吗？哎呦，这不是白太太吗？平时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也有今天。什么白太太？老公都进去了，这就叫报应。对不起，您拨讲的电话正在通话，您拨讲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白露西同志在本次案件中立场坚定，是我们部门的骄傲。呸！神气什么？踩着自己亲爹的骨头往上爬的白眼狼，还真拿自己当青天大老爷了？干脆咱们摸清他住哪儿，晚上去套个麻袋，直接打断他的腿，让他下半辈子坐轮椅。蠢货！你现在去动他，明天咱们都吃花生米。那怎么办？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耀武扬威？对付这种体制内的刺头，硬碰硬是找死，得用软刀子割肉，才能让他生不如死。软刀子？白陆勋得罪的人可不止咱们，只要咱们找到这些被他查封过的有钱金主，凑一笔巨额经费，雇网上专门带节奏的黑公关。对于刚被树立起来的女干部，明面上伤不了他，但作风问题和网络舆论就是他最大的死穴。只要给他泼满一身黄泥巴，上面为了平息众怒，就会亲手停他的职。赵老板，白露西断了您的财路，咱们可是有共同的敌人。2个月前，他可是把您查的差点蹲耗子。别提了，这口恶气老子憋了整整2个月。我们手里有他和白钱国见不得光的家务事儿，只要您出钱找人一推，把水搅浑，他这辈子就别想在系统里抬起头。好，我这就联系另外3个被他重罚过的老板，咱们一起出这笔专项公关费。亲生女儿为了抢功劳，亲手送亲爹和养妹进大牢。老板们，这可是天大的狗血大瓜呀！网民最喜欢看高高在上的女干部跌落神坛的伦理惨剧，这活我接了。老板们，这回城剑一翘，这女人不死也得脱层皮了。
发，给我往死里黑！真假仙女人存钱报复只有敲诈勒黑啊！连亲爹都能送进去，这女人心有多保护伞？拿着纳税人的钱种子囊，背后的保护伞还能不看？必须看个满意，看中枪！你看热搜了吗？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那就准娘家。太可怕了，竟然敲诈自己亲爹！白姐，姐，你没看手机吗？出大事了！现在全网都在疯传你的黑料，说你利用职权造假证据，大证据敲诈你爸别墅，还说泰克案全是你跑制用来搞钱的。不仅是网民在闹，刚才办公室的专线都被各路媒体打爆了。你现在怎么了？咱们现在该怎么办？要不要立刻发声明辟谣？没用的，更大的，恐怕还在后面。王处，您怎么来了？白露西同志，鉴于目前接到大量实名举报，且涉及重大社会舆情，经上级研究决定，从即刻起暂停你税务一科科长职位，并接受组织纪律审查。王处长，网上的东西全都是造谣，我们科长为了查案连命都快搭进去了，你们怎么能凭几段假录音就停他的职？别说了，我服从组织决定，配合调查。感谢配合。按规定，在调查期间，请上交你的工作证件、执法设备、配车钥匙以及工作手机。白露西同志，调查期间请保持私人通讯正通，随时等候传唤，不得擅自离开本市。狐狸尾巴终于全部露出来了，真以为把我缴了械，你们就能高枕无忧？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最新通报，白露西因涉嫌敲诈勒索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目前正接受停职调查。报应，这就是报应啊！老天爷终于开眼了。喂，大哥，你看了新闻没有？那个小人被停职了，上面抓他了。雪晴啊，我看到了，简直是大快人心，老天爷是长眼睛的。我就说嘛，他把潇潇害得那么惨，还把我们逼到这个连要饭都不如的鬼样子。现世报来的真快啊！现在好了。那个死丫头以前多嚣张啊，拿几本破账本就把我们全族人的财路都断了。这回他敲诈勒索、伪造证据的罪名要是坐实了，他这辈子就全毁了。最好判他个10年8年，让他也尝尝在里头蹲大牢的滋味，让他知道六亲不认是个什么下场。都看看吧，这就是不孝顺父母的下场，连老天爷都要收他。这白眼狼活该下地狱！秦宇泽，又在偷懒呢，还不快去搬那堆水泥！有案底的人能在这儿干活，就该感恩泰德了，别给我偷懒！是，马上就去，马上就去。白露西，你也有今天，你也有今天啊！你不是高高在上吗？你不是要把我踩在脚底吗？还敢嚣张吗？我要亲眼去看看，我要在你被押上车的那一刻冲上去，狠狠的嘲笑，把这几个月受的屈辱连本带利的讨回来。对付毫无底线的恶鬼，唯一的办法就是比他们想的更深，藏得更狠。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我被彻底隔离审查，那是我们收网的最后信号。先生，这里是高级私密区，请出示预约凭证。身份核实无误，请跟我来。那些狗急跳墙的蠢货根本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样的存在，好戏现在才刚刚开始。现在过来吗？好，我知道了。白露西同志，
关于网上铺天盖地的实名举报，以及这份声称你利用税务稽查职权敲诈勒索你亲生父亲房产和巨额现金的录音，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爸，求你了，你要那2000万的别墅我给你，钱我也给你，求你。组织的政策你是清楚的，现在的舆论影响极其恶劣，你最好如实交代。组长，既然我坐在这里，就是相信组织能查明真相，而不是被几张合成的图片和恶意剪辑的音频牵着鼻子走。现在的网络舆情已经把我们部门推到了风口浪尖儿，你一句经得起推敲，怎么向公众交代？这是你的下属小赵同志刚刚通过特殊保密渠道紧急送来的物证，指明必须提交给调查组当面核验。这就是我的交代。为了防备那些穷途末路罪犯狗急跳墙反咬一口，从接手腾飞案的第一天起，我就建立了一套绝对隔离的备份留痕系统。这块硬盘里包含了从案件立项至今，我带队进行的每一次现场执法、每一次取证、每一次接触涉案人员的完整无剪辑高清录音录像。除此之外，还有详细到每1分钟的工作留痕日志。无剪辑的高清录像？没错，你们想看我怎么敲诈亲生父亲的，插上电脑，真相就在里面。组长，需要密码。20240520。西西，爸求你了，只要你把调查撤了，毁掉那些违规外包合同，把名下那套价值2000万的别墅明天就过户给你。还有，我马上送你出国深造，再给你账户里打500万，不，1000万。你以为用一套别墅和1000万赃款就能买下法律的底线吗？你所谓的扶持白婉熙，根本就是把它当成利益输送的白手套。现在东窗事发，你就想用这些脏钱来封我的口？你要是不收，就是在逼我去死！你连亲生父亲都要逼死吗？卷宗我已经准备移交京琛，你留着那些别墅和钱财，去请个好点的辩护律师吧，否则你就真的只能在牢里等死了。这是你从接手案子第一天起就建立的防御系统。干我们这行，我面对的是穷凶极恶之相，还得保证自己能清白的活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每一个执法环节，我都做了最严密的物理隔绝备份，简直是无法无天！他们不仅伪造证据，还敢买水军诬告陷害，这是在公然挑衅法律底线。白鹿须同志，让你受委屈了。委屈谈不上，我只希望组织能立刻收网。那些魑魅魍魉跳得够久了，是时候送他们回该去的地方。马上组织技术科连夜对全网疯传的举报视频进行声纹和帧数比对。组长，初步比对结果出来了，网物音视频确属经过恶意拼切、降噪和变音处理的深度伪造产物，举报信纯属子虚乌有，绝不能就这么算了。纪律和法律绝对不容许这群宵小之徒如此肆意践踏，马上联合公安和警察启动反向追踪机制。报告局长，发布黑料的源头 IP 已经锁定，位于本市西区一处商用写字楼内，是一家无良黑公关公司。顺着黑公关的账户抽丝剥茧，我们锁定了一笔高达50万的隐秘转账，顺藤摸瓜，最终汇款人查清了。证据确凿，定性明确，这群寄生虫因为财路被断，居然丧心病狂的雇佣水军诬陷我们，气焰极其嚣张。立刻立案侦查，绝不能让这群无法无天的狂徒逃脱法网。准备破门！来，干杯！敬咱们这通神的操作！那姓白的小娘们平时再狂，权再大又能怎么样？还不是被咱们几篇帖子给脑子停职接受审查了？强哥英明，我找人打听过了，上面一介入，不死也得脱层皮。他这辈子算是彻底毁了。强哥说的对，这年头网民最喜欢看这种体制内亲生父女互撕的狗血剧。那视频我可是找专业团队一帧一帧剪的，降噪、变声、换脸，连神仙都看不出破绽。他白鹿溪想翻身，下辈子吧！呸！敢断了咱们兄弟的财路，就得让他付出血的代价。等风头过去，咱们再拿着这事儿去找白总要一笔巨额封口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哎呦，警察同志，误会，都是误会啊！我们就是几个老乡聚在一起喝点酒。误会。网监大队提取的 IP 地址操作日志，还有你昨天下午转给黑团博的那50万银行流水明细，铁证如山，你跟我说误会？全部带走！鲁西同志，这几天让你受大委屈了。欢迎归队。
白科，我们全科室都知道您绝对是清白的。那帮在背后造谣捅刀子的孙子，终于遭报应了。大家辛苦了，邪不压正，这是我们的底线。同志们，静一静。现在我代表上层向大家宣读最终调查结论。经查，网传关于白露西同志的举报信及相关音视频，均系犯罪嫌疑人王强等人伪造构陷。白露西同志在查办泰科公司与星耀公司特大热税案期间，所有执法行为合法合规，且展现出极高的职业素养与反侦查能力。为此，上层不仅决定彻底撤销对白露勋同志的停职审查，同时，鉴于其在破获此特大经济犯罪案中的卓越贡献，已正式向省局为其申报个人2等功。2等功，白科太牛了，实至名归。穿上这身制服，我就做好了面对一切明枪暗箭的准备。我的职责就是守护国家的钱袋子，任何妖魔鬼怪都别想在法律面前蒙混过关。白婉熙偷逃税款数千万元，职务侵占大厂巨额资产，伙同他人进行跨境洗钱。因其举报白建国有功，最终审理决定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8年？不，我是被逼的，我什么都不懂，都是我爸，都是白建国让我干的。我还年轻，我不能坐牢啊！我不要把青春耗在暗无天日的监狱里。本案另一名犯罪嫌疑人白建国，身为大厂分部负责人，滥用职权，违规外包，利用亲属空壳公司洗钱，巨额受贿，性质极其恶劣。经审理决定，判处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全部非法所得。全完了，算计了一辈子，全完了。露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白科，案子终于结了，咱们晚上叫上科里的人去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吧。好啊，我请客。斩断腐朽的羁绊，绝不意味着孤独。属于我的光明躺途，才刚刚开始。西西，妈妈在这里。我没有妈妈。西西，你别这样，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爸他进去了，白家没了，资产全被查封了，我连住的地方都没了。你能不能收留我？我保证以后乖乖听你的话。当年你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有想过我会流落街头吗？有想过我会绝望吗？你爱的从来只有你自己的荣华富贵，现在的你连让我看一眼的资格都没有。小赵，开车。那些曾经试图把我拉入深渊的烂人，如今都在各自的泥沼里腐烂挣扎，再也无法触及我的人生。白科，这案子算是彻底结了，接下来你怎么打算？这周末我得搬家。哎呦，您终于要从那个破烂的出租屋搬出来了，太好了！这是我送给自己的礼物，一处属于我自己的新居所，也是我崭新生活的通行证。需要我叫几个兄弟周末去帮您搬家吗？不用，没多少东西，有些旧物件我打算就留在过去，不带走了。虚假的亲情，永远都喂不熟的白眼狼。露西，承诺，在这个利己主义者的眼里，感情不过是可以随时变卖的筹码。再见了，那段不堪的过去。白科，星耀公司的税务账目也太乱了，幸好您之前提前冻结了他们的海外账户。这些残局必须在年底前清算干净。12月20日，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以前从来没人记得这天，偶尔记起也会被白婉潇以想吃西餐为由轻易敷衍过去。罢了，下班买块小慕斯自己庆祝吧。小赵，把最后这2份企业核查表对一下，没问题大家就早点下班吧。好嘞，白科，马上搞定。哎呦，怎么停电了？是不是线路跳闸了？我文件还没保存呢。大家别慌，打开手机手电筒。小赵，你去配边箱看看是不是跳闸了。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白科，
这是给您买的肩颈按摩椅，就是那个大品牌的。您平时看阅卷太辛苦了，给您按按斜方肌。白科，这几个月跟着您打硬仗，您顶着上面和外面的压力，把我们护在身后。今天我们得好好谢谢您。祝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大胜四方。对，白哥，生日快乐！我们医科永远是您最坚强的后盾。毁掉我的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契亲，而治愈我的却是这些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谢谢，谢谢大家。没有白家，没有烂人，只愿前路坦荡，只愿一生清醒。